这是位于南海的美济礁。2015年1月，它的礁盘还全在水下，只有退潮时才会露出四周的礁石而已。但仅仅8个月后，中国人就把这里建成了南海最大的岛，面积5.66平方公里，相当于4个首都国际机场。与之类似，迪拜的棕榈岛、日本的关西国际机场、港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入口也都是人工岛。这些岛是如何建造的？建一座人工岛要花多少钱？建人工岛的本质就是往海里填土。以港珠澳大桥上的人工岛为例，为方便大型船舶通航，大桥在跨海时修了一段海底隧道，隧道的出入口就造了东西2座人工岛。造岛的流程主要有这4步。第一步，人工围堰，就是用土石围成海堤，形成岛的轮廓。传统上要先用挖泥船挖出海底柔软的淤泥，再填入沙石，通过重力挤压使地基紧致稳固，然后用石块或沙袋堆成海堤。但这种方式非常耗时，港珠澳大桥人工岛采用的是更高效的钢圆筒围堰，将直径22米、高40多米、重500吨的钢圆筒，利用8台振动锤直接插入软土层，到达海底坚固的不透水层后，再往圆筒内注入沙子。其中的西人工岛一共插了61个钢圆筒，钢圆筒间还要插入弧形钢板，填补空隙并注入沙子，形成围堰后把内部的海水抽干。第二步，岛身填筑，就是往围堰里填沙子。西人工岛用的是平均直径 0.35 毫米以上的中粗沙，从陆地通过船只运输而来。但如果是在南海这样遥远的地方造岛，从陆地运沙耗时耗力，岛身填筑就得就地取材，主要靠这种绞吸式挖泥船。工作时，船尾部的一根钢桩会插入海底，固定船只，接着在两侧依次抛射横移锚，再将绞刀放入海底，通过牵引横移锚上的线缆，让绞刀左右摆动挖泥。而利用船尾2根钢桩交替插入海底，就能让船只缓慢前进，持续挖泥。绞刀挖的泥会被船内的泥泵吸入，并通过排泥管最终将泥沙喷到人工岛上，称为吹填。中国制造的最大绞吸船天鲲号每小时能挖泥6000立方米，可填满3个标准游泳池。不过，岛身填筑的泥沙含水量高，质地松软，还需经过地基处理。西人工岛采取的深井降水联合堆载预压，简单来说就是往沙土中打入外壁带孔的排水管道，利用沙土的重力挤压，让水分渗到管道中，再抽到岛外，使沙土紧实固结，需持续4到5个月。地基处理的具体方法非常复杂，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人工岛获取详细资料。在处理地基的同时，可以开始修建护岸，在钢圆筒外侧先挖掉淤泥后，填入2米厚的碎石层，接着要靠沙桩船进一步加固土层。这艘从日本引进的沙桩6号，尾部的金属套管有30层楼高，会在振动锤作用下打入海底，穿透20米的土层后，向套管内投入沙石，通过反复起拔、下压、振动，形成直径约 1.6 米的沙桩。通过沙桩挤压，就能让松软的土层紧实，最后再抛入碎石堆成斜坡，放入纽工字块，形成护岸，防止海浪侵蚀人工岛。整座人工岛的建设耗时约7个月。那么这样一座人工岛要花多少钱呢？我们没找到港珠澳大桥人工岛的造价资料，但可以参考另一座跨海大桥深中通道的西人工岛，也是用钢圆筒造岛，面积13.7万平方米，不含岛上建筑，造价19.08亿，相当于每平米14000，比北京的房价便宜多了。总体而言，在近海建造这类小型人工岛其实还算容易，难的是在远洋造大型人工岛，因为你填海的速度可能赶不上海浪冲刷的速度。2015年，越南用船只载着挖掘机在南海的南华礁辛辛苦苦堆出了2座人工岛，结果不幸被风浪冲垮。而中国造美济岛时，一共出动了32艘大型挖泥船，海浪还没反应过来，岛就已经填完了。2017年，商务部和海关总署更是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，对这些挖泥船限制出口，以避免这些填海神器落入敌手。此外，除了上述政府主导的人工岛项目，中国也有商业性质的填海造陆。2012年，恒大集团就斥资1600亿在海南省儋州市建造海花岛，面积783公顷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，50公顷以上的填海项目必须报国务院审批，但恒大却想办法绕开了这项法规。填海项目拆分成36个面积小于27公顷的子项目，瞒天过海。且起初只能作为旅游用地的海花岛，再后来被悄悄改成了商业地产。2015年开盘1周，成交额就达到了122亿。当然，这一切都获得了当地政府的默许和配合，
反正你花钱造的岛，最后也还是国家的地。我是张美瑶，感谢李嘉欣为本期节目提供内容支持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，欢迎转发支持我们。你可以在微博、微信、B 站、YouTube 搜索“回形针 Paperclip” 关注我们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